欢迎大家来到东方译文频道。影片制作艰辛，请大家抬手点赞订阅，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。今天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故事题目是灼热，这是关于一个女人的选择和命运的故事。接下来请您跟随我们的影片一起进入那个灰暗的世界。我从黑暗的梦里醒来，望着天花板上的旧痕迹，在沉思之中迷失。想深思却没那么长的时间，只能抬起疲惫的身子起床，去进行那千篇一律的生活。日复一日，生活的单调使人麻木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在我眼里都像是习以为常。比如前面正有小偷偷窃，不远处还有男子偷拍，可我见惯了，也就当没看见，反正与我无关。除了地铁，炎炎夏日带来的热度使人难以忍受。我擦擦脸颊上的汗，在包里翻找电梯卡。或许是麻木带来的，我变得有些懒散。好久没收拾过房间，包里自然也乱糟糟的。在扔掉几个小纸盒后，我找到了圆形的电梯卡。好不容易进入电梯，我感受到上升时带来的凉意，舒服地叹了口气。此时电梯里只有我一人，除了上升的声音外，我还听到模糊的婴儿哭声，就像小猫的叫声。应该是那层楼里的情侣又吵架了。这种燥热的天气，从生气到吵架不过几十秒。再说这栋楼里住的情侣多，每天都能听到吵架的声音，有些男人还会家暴。一顿巨大的声响后，不出10分钟就能听到警车的声响。婴儿的哭声就像耳鸣一样，一直伴随我到工作地点。拎着包打开房门，进入房中的我捶了捶疲倦的腰，换上短小性感的工装。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打个哈欠，约定好的顾客到现在也没来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看了眼手机，已经上午11点了。打算下楼吃点东西，却发现2个电梯都停了。在群里问了姐妹才知道，我的顾客坐在电梯里，上到15楼时发生故障，被困在里面。另一边的电梯已经被修好了，人们纷纷坐另一边的，造成堵塞，所以停在一个地方不动。不过奇怪的是，这2个电梯都停在了15楼。等不到电梯，我也不想下楼去吃，只好在房间里一阵翻找，终于找到一袋没开封的方便面，烧了热水吃掉。我摸着依旧没有饱腹感的肚子，想到自己这种饭桶以后也没人要，竟然还能笑出声来。下午3点，电梯终于修好了，不过我那可怜的顾客已经死在电梯里，据说是里面太热了，他像被蒸熟的乳猪一样死在里面。那场面惨不忍睹，见到的人都把隔夜饭吐了出来。感谢警方没让我看到那种场景。坐另一个电梯下楼，刚刚打开电梯门，我就被浇了一头热水，还好不烫，不然我的脸就毁了。泼我水的是个女人，她歇斯底里地指着我破口大骂，要不是你，我老公怎么可能会死？我觉得可笑，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。找我的顾客男男女女这么多，我怎么可能都记得住？再说她老公不找我也会找别人，难不成她要每个都骂一遍吗？我只是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水。今天可是周日，只怪你没看好自己的老公。你要是早上说点好听的，她也许就不会出门了。外面围观群众很多，知道了她老公的死因，也替我抱不平。你老公出来买东西死了，你就怪人家店家。你再伤心，人也不是店家杀的，你浇人家热水做什么？女人被骂得伤心大哭，蹲在地上不肯离去。可我还是要回家的，就跨过她的身边向地铁口走去。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看我，我不在意，这些都是小问题。不过因为电梯的原因，我今天1分钱都没赚到。仔细回想起来还有些生气，大早上的就听到婴儿哭声，真是晦气。现在是高峰期，地铁中人挤人，热得像个大蒸笼。
我漫无边际地想着，或许我那个死相惨绝的顾客，就是在这种高热下死去的。地铁中汗味很多，我感到有些难受。忽然我发现这些人离我远了些，可能是我身上的汗味出现了吧。我还喷了些香水，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，可比单纯的汗味难闻多了。回到家中，我洗了个澡，在镜子中看自己的身体，已经30多岁了，不再年轻。再说像我这样的人也没人喜欢没人娶，或许就只能这样孤独地过一辈子了吧。10点多了，我躺在床上仰头看着老旧的天花板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出现了幻觉，总感觉比起今早天花板上的污迹更深了一些。或许明天我可以上午休息来好好收拾一下房间。早上醒来，我再次看到天花板上又扩大的污迹，心中决定收拾房间。一上午的劳累，我终于把房间打扫干净，躺在床上看着干干净净的天花板，我难得感到一丝安宁。电话铃声响起，我接通，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喂，今天上午不营业。”对面是我的老主顾之一，说道：“今天给双倍了，你来不来？”想到我逐渐拮据的生活，我还是屈服了。等我吧，一下就到。老主顾骂骂咧咧地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。在换衣服的时候，我听到了电梯的声音，他可能是正打着电话走下去买烟了吧。来到地铁站，我发现里面站了一只搜救犬，很少看到这种大狗。我站得远了些，也不知为什么，在我进入地铁后，它就一直看着我。如果不是旁边的远景一直拉着，或许它就扑上来了吧。到站，我赶快下车，终于躲开了搜救犬锐利的眼神。来到楼下，又是一堆人聚集在电梯口，随便找个人问了一下，才知道电梯里又困住了人。看着地上被掐灭的烟头，似乎是我熟悉的牌子，我好奇地问道：“这个烟是谁抽的？”旁边人看我像看神经病，还是保安告诉我，是一个秃顶、身材微胖的男人，之前给一个人打电话，语气不善，骂骂咧咧的，我也听不懂。看样子被困住的还是我的老主顾，我无处可去，便在楼下看热闹。那些英勇的消防队员钻进电梯中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这里好热啊。”我有些疑惑，这种连接地下的通风口不都是很凉快的吗？或许是解释我的疑问，在10分钟后，电梯成功降下来，可里面的人已经死了，死相和昨天的老主顾如出一辙，都是热死的。我倒没有多悲伤，仅有的那一点也是因为少了一个固定经济来源。掏出手机看着 APP 里少的可怜的余额，我叹了口气，心想还是出去接单吧。大晚上的街上人来人往，我站在街边画的浓妆艳抹，眼神扫过来往的人，有些羡慕这些情侣。有个男人认出了我，借故逃开他的妻子，来到我身边，貌似关心地问道：“你怎么出来了？没有钱了吗？”我笑着推开他：“你少来了，刚结婚，老老实实过日子吧。”男人笑了笑，到底还是离开我身边，走向了他新婚的妻子。真好，是我不配拥有的感情。像我这种人都有个固定的地方，站在街边招揽客人的还是少了。或许是这里人多，没有男人感呢。我来到之前招揽客人的地铁旁，懒散地靠在墙边点燃一根烟，深吸一口，我冰冷的神经暂时被麻痹。看着三三两两的成双成对的人群，忽然我想到之前我曾拥有过的孩子，如果我没有抛弃他，或许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活着。我会拥有一个美丽可爱的女儿，再努力争取一下，可能连丈夫也有了。不过我终究不能抢夺别人的家庭，即使我之前不知道他有妻子。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已经堕落了。到了11点多，我终于接到第一个客人。这个客人似乎很有钱，不愿意在地铁边上的旅店住，要去更好的酒店。我自然答应。
反正在哪里都是一样的。我们纠缠着进入出租车，司机一脸猥琐地问我：“怎么样，小妹，傍上大佬了？”我笑了笑不说话。旁边的男人似乎有些在意我的反应，问道：“不说话，我不算大款吗？”这个人似乎有虐待倾向，我有些害怕，表面上依旧不动声色。当然算了，我这不是脑子没反应过来吗？到了酒店，前台对我们这种人早已习惯，拿出身份证，是成年人就没人管这些。我们来到电梯口，不知怎的我有些害怕，看着房卡上5楼的数字，我笑着说：“我们走上去吧。”男人把我拽进电梯，狞笑着：“怎么，现在害怕了？放心，我不会少给你钱的。”我缩在他怀里，又想起之前我的孩子，或许他待在夏日40多度的寄存柜里时，也是我这个姿势吧。电梯已逐渐变热，停在4楼一动不动。男人焦虑地给维修工打电话，而我又听到了之前婴儿的哭声。我闭上眼，一直麻木的心忽然有了些感情。孩子不用怕，妈妈就要来陪你了。生活的残酷无情和我们自身的价值观、道德观是相互勾连、息息相关的。正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啊。本集已经播放完毕，谢谢大家收看收听。节目制作不易，新频道经营困难，恳请大家点赞、订阅和支持。